Hello，大家好，我是纸飞君。今天我们来折一款超级帅气的立体仿真纸飞机阿波罗，来自粉丝小峰的设计啊，有着非常硬朗的线条啊，而且飞行能力相当的不错。我们先来看一下它飞得怎么样。可以看到它的滑行能力非常出色啊。这一支呢是我使用 B5 纸进行折叠的，大家也可以使用 A4 纸进行折叠，尽量选择稍微薄一点的80克以下的纸张啊，会稍微好折一些。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折出来的。我们还是选用一张 B5 纸进行折叠，首先横向对折，然后惯例上边的边缘折向中线，这里要适当留一下空隙啊，大约1毫米左右。然后打开，我们将这个三角形部分的斜边折向它的底边，啊，也就是兔耳折。这里在折叠的时候啊，尽量大家摁住内层的这个边缘啊，减少它的变形。然后我们把这个兔耳折的部分沉压折把它打开，向下压，压实，注意这个中线的对齐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尖角的部分、三角部分，我们向内翻入内部，然后我们翻过来，这里可以提前啊，我们可以摸一下这里这个三角形部分在内层的这个边缘，然后我们找到它这个三角部分的这个大概这个顶点的位置做一下标点啊，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下方的这个长方形的部分啊，两侧边缘做一下中点的标点。OK， 标记两边的这个标点，然后我们翻回来，我们将这一侧向对侧进行折叠，大概是在这个边缘搭在这个三角的这个底角上，然后把这个侧边的中线的标点搭在底边上。OK， 然后我们压出一条折痕。这里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大概一半的左右，这样1厘米的这个，差不多1厘米这样的位置，然后我们连接到右下角这个点，然后我们向外翻折，可以转过来啊。OK， 我们压实折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重复上一步的这个类似的步骤，我们把这一部分继续向内来翻折，把这个边缘搭在这个部位的交点上，然后依然是侧边的这个标点搭在底边上，然后我们大概其还是这个跟上一步的这个位置差不多1厘米左右，我们向外翻折，相当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3段式的一个机翼。OK， 压实这个折痕啊，然后我们把它整体的打开，打开呢，把这个部分，这2条折痕啊，把上层的这个折痕啊进行反折，然后我们把这个机翼做出一个内塞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把它塞入内部，然后这一部分再反折，把它翻出来，把它压实，是这样的一个形态。然后外侧的这个折痕呢，一样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处理。OK， 那是这样的一个机翼的形状。那对侧呢，我们可以采用对称的折法啊进行折叠。那我们就快速略过。OK， 那这样保持它两面的一个对称的结构。那在这里呢，我们标记一下这个边缘跟这个中线的这个交点啊。接下来我们把它整体的打开，
我们翻到背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标记点啊，我们将这个标记点分别向这2个角做连线，然后呢，再从这个点，向这个刚刚折出这个机头的这2个角也是做连线。然后我们在所有的这一面的这个连线上，把这个连线啊折出3折。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折出它立体的这个造型啊。OK， 那我们这一侧的这个3折折完了之后呢，我们翻回来，在刚刚的这个标点上来折它这个尾翼的这个折痕。这个标点不是固定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折它这个尾翼的大小啊，可以上移或下移一点。OK， 那折完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它的这个折痕的情况，然后我们恢复之前的这个折叠的状态。然后我们将所有的这个部位的折痕啊压实一些，尽量。然后我们把这个三角塞入到内部，把这个腹部这里稍微锁住一些。接下来呢，我们要按整个这个之前折出的这个折痕啊，我们把这个机头的这个整体，因为刚刚只折了这个机背的这个一层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前面所有这个纸层的折痕啊都折出来一下，好，把它压实。现在是这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整体沿着它这个折痕的状态啊，我们将这个机身进行合起，捏着这个机翼的2侧啊，向中间进行挤压。大家可以有点耐心啊，把这个尽量的防止它挤压的过程中这个机身的变形。大家可以先这样把它对折，把它捏实，把各部位的这个折痕捏实一些。捏实一些呢，这样这个尾翼这个位置啊，它尾翼这里是松开的啊。我跟小峰的这个手法可能不太一致啊，小峰应该是在下方进行的粘贴，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尾翼这里，通过粘贴尾翼将机身锁住。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个下方进行粘贴啊，这样在上方是看不到胶的。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机身的这个边缘啊，我们把这个机翼向上折叠一下。我们可以捏住这个机身的部分，向上折，这样呢可以折出它这个机翼的上半角。OK。然后呢，最后一步呢，我们可以起一下这个2侧的小翼。这里呢，这个原作者呢给出了一个数据，这里0.7到1.2，我觉得大概齐就可以啊。这个指挥君是不太使用数据的，折出一个大概与这个中线相平行的这样的一个小翼就 OK。然后这里有一个细节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小翼的前缘这里，我们把它向下。来一个沉压折，折出来一个类似于太空梭的这个小翼的这样的一个细节啊，当然它是非常细节的一个结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折叠。弄完了之后呢，折出来之后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另外一侧也是一样。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成型了。
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机身的这个下部啊，这里它每一个这个机翼的这个折叠的这个位置啊，中间交界的部分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它折起来作为一个副鳍，我可以把它折得立起来，作为一个副鳍，这样呢可以增强它在飞行时的这个稳定性。当然这个根据喜好啊，我觉得可有可无，因为它整体上还是一个接近于有个大垂尾的这样的一个飞翼的这个大翼面的飞翼的结构，而且它这个立体的造型呢，通常因为折叠啊，这两侧可能很难保证完全的对称，所以它大概率会有这个侧翻的情况发生。那在调教的时候呢，除了升降舵副翼的调教，这个折出这个副鳍呢，也是可以增强它飞行的稳定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从这个背面来看，这个机翼还是并不完全对称的啊。它有一个因为这个纸张的张力啊，纸张的弹性，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形，这都是正常的。那我们在后续的调教过程中来调节它的这个飞行的状态。另外就是我们折完这个副鳍之后，在这个位置，这两个位置呢，可以做一下粘贴的固定，并不是必须的啊，大家可以做一下粘贴。粘贴出来之后呢，它这个机型的牢固性会更强一些。相对来说呢，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外形非常不错，然后飞行能力也很好的一个立体仿真机。在飞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捏着这个中间的这个角啊，我们捏着这里啊，这样去投掷。最后呢，我们稍微调节一下它的升降舵，我们起一点点升降舵。我们看一下这个尾翼是不是垂直于翼面，在正中的啊，去做一下检查啊，基本上大概齐，这样就 OK 了。那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它可能会有大概率会有这样的侧翻的情况啊，就是它会有这个滚转。如果它向左侧滚转的话呢，那我们就在可以右侧起一些副翼，在这个机翼的外缘这个位置起一些副翼，或者是稍微向右偏一些方向舵。那如果是向右侧滚转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在左侧起一些副翼，然后或者是同时可以搭配着向左侧调教一下它尾翼上的这个方向舵啊。那 OK， 这个非常帅的这个立体仿真纸飞机阿波罗就折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去把它放生，看它飞得怎么样。